现在网上有很多农场文，说葡萄牙国王千挑万选，选中了药剂师世家和的后代做首位出使中国的特使，但事实上这位特使竟然只是一名临时工。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，开始前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1517年，有意前往大明做生意的商人乔瓦迪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授权出使中国，他还获得了一份国王写给大明皇帝的信。这名商人跟随葡萄牙印度公司的费尔兰船队前往大明，不曾想在印度洋上，他坐的那条船意外着火，他被活活烧死。费尔兰也想去中国，但比起做国王使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，他明显对钱更感兴趣。然而国书也不能随意扔掉，而且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做生意，肯定是要比较方便。费尔兰想了想，觉得反正这大明也认不出谁是大使，我随便找个人顶替不就可以了吗？船队在马六甲补给期间，费尔兰重新组建了使团队伍。首先，他找到了上期我们提到的药剂师皮雷斯充当大使。皮雷斯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更是一名大明通，不过是纸上谈兵那种。他从马六甲各国的商人口中了解到了大明和日本的信息，并汇总成了自己的著作，但他自己却未曾到过这些国家。他对前往大明很感兴趣。费尔兰又组建了一个翻译团队，包括一名华人或者阿三，而是名穆斯林信徒。或者阿三原本是江西人，运到马六甲后改了个穆斯林名字。他不懂葡萄牙语，只懂马来语。一切准备妥当，这个临时组建的所谓使团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前往大明。在此之前，正德8年，也就是1513年，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欧华利已经在屯门附近登陆，并升起了葡萄牙国旗表示占领。这次费尔兰的船队共有8艘船，他们绕过马来半岛，途经越南海域、海南岛、上川岛，到达珠江口的南头。南头位于今天的深圳市，是大明海防的前哨基地。无论有没有获得操控资格，外商们都会集结在这附近做生意。由此可见，今天深圳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，可说是得天独厚。上期我们提到，这些都属于非官方正式允许的走私行为。大明的海防官员收受贿赂后，默许他们这样做。葡萄牙人自称来自佛朗基国，这个国家不在朝贡名单内。大明官员依例不给他们放行。船队在南头等了1个月，实在是等不下去，就威胁当地官员。不知为何他们竟然得逞了。船队通过珠江到达广州城，他们在广州的江上鸣放礼炮，这下把广州市民都吓坏了。市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朝贡国使者或者商人放礼炮这种行为，还以为这帮人是来打仗的。经过国者阿三的翻译，负责外事的官员感觉自己做不了决定，就紧急向身在外地的上级汇报。因为他的上级3级总政太监林成和总兵武定侯郭勋此时正在梧州那边平定叛乱，他们马上赶回广州，了解这些佛朗基人的违规行为后，却决定不处置外国人，只罚翻译们20大棍。这跟日后大清处置行商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听说使团里有所谓的僧人，也就是天主教徒，他们吩咐释婆寺的工作人员带这帮洋人先去光孝寺学习3天中国礼仪。使团成员在光孝寺第1天练习跪左腿，第2天练习跪右腿，第3天练习磕头。3天的学习班总算是学有所成。比起后来死活不肯跪的英国人，葡萄牙从一开始就表示我也可以爱国。大明律例规定，操控者必须由军队押送到布政司，检查看的文件是否过期，然后再转到提督、释婆太监及巡按，确认无误后方可上报。佛朗基国不在朝贡名单上，当然没有看的文件。按理说，大明主治应该是直接赶走的，但上期我们提到的正德新政，广州官员对外商的态度是能够收到钱就放行。再叠加朝廷因为缺龙涎香，在1514年颁布新例，有龙涎香的外国商人都可以放行。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，给了葡萄牙人机会
总督衙门商讨后认为，这个情况还是需要先上报，看看上面的意见。1518年正月，礼部答复将葡萄牙人带来的进贡品按市价折成银两返还给他们，将葡萄牙人的船只及人员全部遣返。使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他们兵分两路，费尔南离开广州，沿着海岸线往福建方向探索，并一路到达了琉球。皮雷斯等人则继续留在广州，跟斯博斯的人打交道。估计他们是花费了不少的诚意，终于打动了凌城。正好这段时间，正德皇帝正在御驾亲征，平定叛乱，凌城就跟他的上司东厂兼锦衣卫大太监江彬打通关系，创造规避朝廷朝贡体系、面见皇帝的机会。1519年12月，葡萄牙使团终于获准面城。他们在1520年1月出发，到5月，在南京见到了正德帝。为了这次会面，江彬可是做了很多巧思。正德当时正在为平叛御驾亲征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在军中接见外国使臣，避开朝贡的门槛和程序，也少了北京朝廷方面严官的压力。然后他们将活者阿三登记为马六甲国使者，用马六甲就马甲，规避佛朗机国不再撤的麻烦。个性贪玩的正德见到使团，显得十分高兴。使者活者阿三带着葡萄牙人教皇帝外语、下象棋，很受皇帝的宠爱。有太监集团撑腰的活者阿三气焰嚣张，见到礼部官员也不行礼，由此得罪了朝廷官员，这就为他们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后来正德安排葡萄牙人先去北京，留下活者阿三，跟着他们继续在江南游玩。就在使团北上期间，大明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。费尔南的弟弟西蒙在1519年8月带着一小批船员，乘坐3艘帆船从马六甲航行到大明。他们在屯门岛据点，大明的官员前往交涉，西蒙戏弄对方，开枪将对方的帽子打掉。这帮葡萄牙人除了抢夺附近的村落，还参与人口，尤其是儿童的贩卖，以至于此后的100多年，大明民间一直流传着葡萄牙人吃儿童的传说，甚至有葡萄牙人只有国王有权吃小孩的奇怪细节。使团到达北京后，收到2个坏消息：一是西蒙的行为，二是自称马六甲国末代皇帝的使节前来申冤。这名亡国的使者得到了朝廷官员的支持。到了年底，在江南游玩过程中不慎落水的正德因病提前回到京城。马六甲使者求见正德，并提出大明出兵驱逐佛朗机的要求。与太监集团不和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趁机控诉活者阿三的马六甲使团，要求驱逐他们。正德对这个问题选择了冷处理，暂时保住了葡萄牙人。正德病重期间，为了确保朝廷稳定，各国使者都被软禁在北京。在这期间，葡萄牙使者们为再次会面正德做准备，还仿照葡萄牙国王的王座搞了个座椅，准备用作取悦皇帝。可惜他们再也没能跟正德见面。1521年初，正德驾崩后，嘉靖即位。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杨廷和扶持着嘉靖，选择了除掉与前朝皇帝关系密切的江彬集团。江彬被正法后，就轮到收拾伪冒马六甲国的使者的佛朗机人。朝廷认为主要责任在那名使者活者阿三，因为依照官方记录，活者阿三才是使者，而葡萄牙人只是他的随从。他们是冒牌的马六甲国使团，而非佛朗机国使团。阿三被处决，葡萄牙人则跟随其他国家的使者返回到广州。5月他们到达广州后，马上就被软禁起来。又过了10个月，他们正式被当作罪犯打入大牢。广州方面的官员审问皮雷斯关于马六甲驻军的状况，并多次要求他写信给部属马六甲，警告他们马上把土地归还给马六甲苏丹国。使团部分成员看准官员不懂葡萄牙语，就冒险在信中向马六甲方面求救。为了活命，他们将手上的情报全盘托出，并给马六甲方面制定了详细的侵略大明计划。信中的这些信息在后世成为了解明朝
民间细节的重要史料。我会结合这些信息的细节，在后面的影片中介绍大明的真实状况。只不过这些绝望的葡萄牙人高估了葡萄牙印度公司，它只是一个松散机构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不可能实现他们信中描述的侵略计划。审问期间，使团人员的货物被没收，家眷被充当奴隶，大部分使团成员被鞭刑、锤刑等刑罚折磨致死。朝廷下令对葡萄牙人赶尽杀绝。接下来的多艘从马六甲来到大明的葡萄牙贸易船只到达后，船员均被官方诱杀，船只及货物被没收。至于临时公使者皮雷斯，一种说法是他在1520年死于狱中，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在中国娶了老婆。后世有一名自称是他女儿的女人称他死于1540年左右。葡萄牙使团的失败原因是成员素质、语言隔阂、文化差异、大明政治内斗等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。另一方面，大明的军队开始集结力量消灭屯门的葡萄牙人。中国第一次对阵欧洲的海战，屯门海战就开打了。屯门海战的战场约在今天的深圳南山区到香港九龙半岛之间的海域。葡萄牙人占据期间，当地驻军不是没有尝试反抗，但都以兵力不足而失败。1521年，随着嘉靖上位，朝廷风向改变。6月，广东海盗副使汪洪接到皇帝剿灭葡萄牙人的谕旨，这时候西蒙已经被马六甲召回，接替他管理屯门基地的是迪奥哥。汪洪亲自到南头指挥反攻行动。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，他招募周边区域的乡勇和海盗。汪洪对他们承诺，从葡萄牙人那边抢来的东西可以自行处置。他听说葡萄牙的船上有一些华人，其中有2名叫杨山、戴明，他们懂得生产制作佛朗机炮。佛朗机炮英文 Swivel Cannon 是一种子母机制的小型炮。在佛朗机炮引入大明以前，按葡萄牙人的说法，大明的火器就跟放焰火是差不多的水平，且由于技术局限，开5发左右就会过热甚至炸塔。当时欧洲人的武器生产工艺也好不了多少，但是他们想到了子母炮结构。佛朗机炮分为母炮和子炮，子炮相当于今天的炮弹与弹壳，子炮膛预先装填火药和子弹，装入母炮点燃发射，每发射1发就更换1次子炮并重新装填，这样既解决了炮膛因连续使用或热变形的问题，又加快了炮弹的填充速度，1分钟可以激发5到6发。于是他令人装成商人，跑到葡萄牙人的船上卖补给品，找到这2个人，并成功劝服他们。在2人的技术指导下，大明成功研制了国产的佛朗机炮。于是汪洪制定了一个火攻计划。他们找到一些小船，在上面装满了油料和柴草。9月份的一个刮南风的晚上，汪洪以4000人、50艘船的船队攻打葡萄牙人。他们利用风向引导点燃的小船冲向葡萄牙人，葡萄牙船只被火船点燃，明军趁乱向他们发起进攻。至于未点燃的船只，则被熟悉水性的士兵靠近，将船底着穿。此战葡萄牙人损失了13艘船，剩下3艘船趁着夜色躲到附近的海岛。天亮后，利用风向改变，才得以逃掉。经过这一战，大明收复了葡萄牙人的据点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支舰队正在葡萄牙本国出发，他们的领队是科迪尼奥。这支舰队合共6艘船，300多名船员。1522年9月，他们从马六甲到达大明的屯门海域，船队与巡海被倭官员接触，要求恢复贸易。巡海官员报到广州，广州方面坚决拒绝，船队不得已只好撤退。当他们撤退到新会与中山附近的西草湾时，遭到明水师的攻击，2艘船被俘虏，剩下的3艘船逃掉。2次战斗后，汪洪因功得以升任广东右布政使，并在多年后一路高升到吏部及兵部尚书。大明因此获得了佛朗机炮，它在日后
与日本以及女真人的对抗中也曾派上用场。而杨三、大明二人的另一个发明，模仿葡萄牙小型船只的蜈蚣船，就因为太费木料而被否决，只做了一艘样品，就没再继续。屯门海战与西草湾海战可算是大明广东海军的最后巅峰了。这一方面得益于大明的船只优势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葡萄牙的军事科技水平尚未拉开距离。7年后，大明停放在外海的100多艘战船被台风打烂，损失过半，剩下的船只一部分后来被珠江口活跃的海盗夺去。广东方面的海防能力大为削弱。此外，与葡萄牙交恶，让广州的对外贸易量缩减至原来的1/5以下，严重影响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商贸活动。但葡萄牙人对明贸易活动并没有因此而中断。那他们是如何继续与大明做贸易的呢？我们下期继续。